老妇人惊奇地发现，眼前的大学生竟是她60年前的初恋。她走上前，将一枚金表交给对方。查理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这位陌生的老人，还没等他开口询问，老人便转身离去，只留下一个孤独而又坚定的背影。原来60年前他们曾有过一段奇妙的相遇，而这段相遇就像一颗种子，在岁月的长河中悄然生根发芽，等待着命运的再次唤醒。查理好奇地看着手中的怀表，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油然而生，可绞尽脑汁也想不起在哪里见过。而老人也像是完成了多年的夙愿，回到家便把自己关在房间，他坐在躺椅上，把一本剧本抱在怀里，当晚就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时光匆匆，7年转瞬即逝，查理已然成为一名家喻户晓的编剧，他的作品深受大众喜爱。然而，创作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最近他在创作时遇到了瓶颈，灵感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怎么也抓不住。为了寻找新的灵感，查理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下楼时，老板正好找上门，他询问查理新剧本写得怎么样了。What about the play? Well, it isn't done. Okay, when will it be done? I don't know. Oh my God. Richard, there are people waiting for that play. 原本低落的情绪变得更加烦躁。查理开着车，漫无目的地行驶在马路上，或许是命运的指引，一家酒店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但查理却觉得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仿佛有种神秘力量在召唤他停下。他不由自主地把车开了进去，决定在这里暂住几天。殊不知这里正是他与老妇人初次相遇的地方。在前台登记完入住信息后，一名老者领着查理去他的房间。老者名叫亚瑟，他已经在这里工作70年了。5岁时，他随父母来到这里，从此便与这家酒店结下了不解之缘。亚瑟一边走一边给查理讲述着酒店悠久的历史，那些古老的故事仿佛带着岁月的温度，让查理对这个地方又多了几分好奇。 My father was a desk clerk. I used to drive him crazy playing ball in the lobby. 亚瑟的声音温和而又亲切，他在酒店生活工作了一辈子，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If there's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just let me know. My name's Arthur, and I live in the bungalow behind the hotel. Okay, thanks a lot. See you around, Arthur. 查理礼貌地回应。就在亚瑟准备离开时，他却突然停下脚步，疑惑地询问两人是不是以前见过。查理解释自己是第一次来，亚瑟说可能是认错人了，便转身离开。这看似平常的一幕，却又为故事埋下了伏笔。查理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老怀表，发现马上就到中午就餐的时间，于是他兴冲冲地来到餐厅准备吃饭，结果服务员却告诉他餐厅还有40分钟才对外开放。无所事事的他便在酒店闲逛，看能否找到写作的灵感。突然他注意到了酒店的历史展厅，里面摆放着很多年代悠久的老物件。出于好奇，查理一一上前查看。这是一张泛黄的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照片上女人的美貌足以令时间为之停留，她的眼神深邃而且富有穿透力，仿佛能看穿人的灵魂。查理被这秀雅绝俗的容颜瞬间沦陷，他迫不及待想要了解女人的一切。可是由于年代久远，照片下方的名字早已不见踪影。查理急切地找到亚瑟求助，希望能从这位见多识广的老者那里得到线索。亚瑟的讲述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之门。原来女人名叫伊萨，是那个年代红极一时的话剧演员，70年前曾在酒店的剧院演出过，她的光芒曾照亮过这家酒店剧院的舞台。晚上查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伊萨的容颜在他脑海中不断浮现，尤其是那双仿佛能诉说千言万语的眼睛，让他久久不能忘怀。她就像怀表一样，让查理感觉似曾相识，而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就是命运的暗示。他在提醒查理，他与伊萨之间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缘分。为了探究伊萨的神秘面纱，查理驱车前往邻近的图书馆，想要看看能否找到有关伊萨的资料。他在书架间穿梭，寻觅着关于伊萨的一切信息。终于在一本老杂志中，他发现了伊萨的生平简影，那是一段辉煌而又戛然而止的演艺传奇。伊萨曾是舞台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突然选择了隐退，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当看到晚年伊萨的照片时，查理震惊不已，他惊讶地发现伊萨就是7年前送他怀表的老人。一股电流瞬间贯穿全身，这一发现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查理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伊萨之间或许存在着比想象中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根据杂志上的地址，查理来到伊萨的家，给他开门的是伊萨生前的女佣，女佣的眼神中透着警惕。查理说他是一名剧作家，想要把伊萨的故事改编成舞台剧，女佣却认为他是来挖掘八卦的记者，于是准备关门送客。查理急忙掏出伊萨送他的怀表。Where did you get that? 女佣的语气中充满了惊讶。Yeah. 查理讲述了和伊萨的第一次相遇，女佣说这是伊萨生前最喜欢的东西，不管到哪他都会带在身边。可在他去世的那晚，怀表却不翼而飞。既然伊萨把怀表送给了查理，那就证明查理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人。随后女佣把查理请进门，屋里的摆设还是按照伊萨生前布置的，仿佛时间在这里静止了。房间摆放着很多伊萨年轻时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他曾经的风采。查理被桌上一座精致的酒店模型所吸引，正是他刚刚入住的格兰酒店。女佣告诉他这是伊萨生前亲手做的。打开模型的盖子，查理再次震惊，一曲悠扬的音乐缓缓流淌。
What is it? It's my favorite music in the whole world. 音乐盒播放的竟是她最喜欢的曲子。女佣说，伊萨原本是一个温柔活泼的女孩，她本可以成为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可是，在1912年参加完格兰酒店的演出后，伊萨就变得郁郁寡欢，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看一些时空穿越的书。她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拥有倾国容颜的她终身未嫁。这时，查理注意到书架上一本关于时空穿越的书，作者正是他大学时期的哲学教授。She read that book over and over. 种种迹象让查理更加好奇，这个神秘女人究竟跟他有着怎样的联系？带着疑惑，查理找到大学教授，想了解一些关于时空穿越的事。教授告诉他，时空穿越是真实存在的，通过特定的环境与物品，穿越时空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多年前，他曾有过一次奇妙的经历。当时他住在一家十分老旧的旅馆，手里握着一枚10几年前的硬币，躺在床上，通过强烈的自我催眠和心理暗示，一阵白光闪过，他竟真的穿越到了那个年代。虽然仅仅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那种真实的感觉让人无比震撼。教授说，后来他又尝试想要穿越，可不管怎么努力也没能再成功过。他告诉查理，周围的环境和物品非常重要，穿越的过程不能有来自现在的任何东西，否则他就会把穿越者重新带回到现代。通过与教授的深入交流，查理得知时空穿越并非空谈，而是确有其事。于是他决定穿越时空去了解伊萨。查理来到古董店买了一枚1912年的硬币，然后又换上一套那个年代的西装，将自己彻底融入那个遥远的年代。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俨然成了上世纪的模样。查理练习着和伊萨的相遇。Good evening, Miss McKenna. You don't know me, but you will. 精心筹备一番后，他用录音机告诉自己，现在是1912年。You were lying on your bed in the Grand Hotel, and it is 6 p.m. in the evening of June 27th, 1912. Your mind accepts this absolutely. 查理把房间里所有现代的东西收拾起来，然后把古董硬币放进口袋。做完这一切，他迫不及待地躺上床，在紧张的自我催眠与心理暗示下，焦急地等待着时空穿越的到来。然而事情却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查理躺在床上尝试了半天，直到满头大汗也没能成功。频繁的挫败感让他几近崩溃。心情烦躁的他再次来到伊萨的照片前，看到心爱的人就在眼前，查理感到既不甘又失落。这时展柜里的入住登记本又给了他希望，如果当年的入住登记上有他的信息，那就证明自己肯定会成功穿越。于是查理来到酒店后面的小屋，找到亚瑟，询问他1912年的入住登记本在哪里。亚瑟带他来到一间废弃的小屋，很快查理在这里找到了当年的入住记录。他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仔细查阅，居然在登记本上找到了自己的亲笔签名。他会在第二天的上午9点18分住进416房间，这让查理确信了他将成功穿越的事实。查理带着坚定的信念再次回到房间尝试，他把现代的录音机也藏到了床下。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查理的意识逐渐开始模糊，只见窗帘开始不停变换，墙壁上的画也忽隐忽现。当他再次睁开双眼，发现房间里的陈设已经完全改变，刚刚躺着的床变成了沙发，他竟真的穿越到了70年前。查理对眼前的一切感到欣喜若狂，他迫不及待地敲开了伊萨的房门。女佣告诉他，伊萨去了海边散步。查理急忙来到海边寻找，终于看到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身影。练习了无数次的问候，此刻却早已抛之脑后，而伊萨对他也有一种莫名的情愫。Is it you? 两人的初次相遇，却仿佛久别重逢。 Yes. 就在查理想要做自我介绍时，伊萨的经纪人却突然出现，他就像一个闯入者，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经纪人认为查理是伊萨狂热的粉丝，于是警告他离伊萨远一点。可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的查理怎会轻易放弃？他紧紧跟在伊萨和经纪人身后，而伊萨也时不时的回头观望。随后他们一起来到酒店的餐厅，查理再次找到和伊萨相处的机会。 I have no idea how far I've come to be with you. 他迫不及待地表明心意，说为了能够见到伊萨，跨越了半个多世纪才来到这里。伊萨认为这不过是查理的搭讪方式罢了。这时经纪人再次走了过来，他命人把查理赶了出去。查理来到大厅，偶遇了小时候的亚瑟。 Are you Arthur? Yes, sir. Here you go. Arthur, not inside. 前台把亚瑟的皮球收进了桌子。查理询问有没有空闲的房间可以入住，前台转身给他拿来一把钥匙。查理看到是420房，感到十分诧异。他明明记得登记本上写的是416房间。这时经理走过来拿走了钥匙，原来这间房刚刚已经被订了出去。随后经理递给查理一把钥匙，查理接过来，果然是416房间。经理的及时更正让他意识到某些历史的轨迹似乎早已注定。查理开心地在登记本上签下名字。就在他准备离开时，看到被没收皮球闷闷不乐的亚瑟，他返回前台拿出了皮球，然后交给了正在哭泣的亚瑟。See you around, Arthur.
他的温柔安抚不仅温暖了年幼亚瑟的心，也悄然种下了未来相遇的种子。这也正是亚瑟70年后对查理感到眼熟的奇妙渊源。另一边，伊萨对彬彬有礼的查理很有好感，他回忆着两人的相遇，嘴角忍不住上扬。经纪人担心查理对伊萨另有企图，他提醒伊萨要小心查理。经纪人的担忧像一阵不合时宜的风，试图吹散这份初战的情愫。然而爱情的力量却超乎想象，查理的坚持与伊萨的心动，如同海浪般一次次冲刷着彼此的心岸。隔天，查理再次敲开伊萨的房门，他想请伊萨一起去吃早餐，可伊萨说他晚上有演出，所以白天不吃饭。查理又想约伊萨去海边散步，伊萨本想以排练节目拒绝查理，可两人的手却不小心碰到了一起，彼此都有了怦然心动的感觉。Walk with me, please. Yes. 1 o'clock. Outside the hotel. 果然，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伊萨眼中的爱意就像春天里盛开的花朵，那么热烈又美好。很快就到了约会时间，查理早早等候在酒店门口，可还没等他们走远，经纪人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伊萨见状，拉起查理跳上一辆马车，甩开了想要尾随而来的经纪人。他们就像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一起漫步在海边的草地，他们的笑容在阳光下闪耀。查理讲述着自己对话剧独特的见解，伊萨在一旁深情地看着侃侃而谈的查理，眼中满是对他的崇拜和欣赏。接着他们一起划船来到海上，查理哼唱起他最喜欢的一首曲子，而这也成为日后伊萨制作的八音盒中的音乐。That's beautiful. What is it? It's Rachmaninoff from the Rhapsody. 波光粼粼的海面倒影着他们甜蜜的模样。他们一起来到海边的亭子休息，伊萨贴心地帮查理擦去脸上的污渍。这时他注意到查理口袋里的怀表，伊萨好奇地问怀表的来历，查理只好说是别人送的。他还没有想好怎么告诉伊萨自己穿越的经历。很快就到了伊萨要演出的时间，查理送他回到酒店的房间，分别时查理依依不舍。就在气氛变得逐渐暧昧时，经纪人再次不合时宜地出现，他怒斥查理赶快离开。这一次伊萨没有选择沉默，他说和经纪人只是工作上的关系，让他以后不要干涉自己的私事。伊萨还邀请查理待会去看自己的演出。很快，伊萨在酒店剧场的演出正式开始。查理坐在台下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伊萨出众的外貌和精彩的表演不断引得台下的观众掌声连连。当看到台下的查理时，伊萨竟情不自禁地说道 The man of my dreams has almost faded now. 演员们意识到伊萨修改了台词，这让大家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幸好和他搭戏的女演员急中生智。 And what man is that, miss? The one I have created in my mind. 伊萨看着查理开始深情告白。I've never known this feeling. I've lived without it all my life. Brought it to me for the first time. There is so much to say. I cannot find the words. Except for these. I love you. 突然的表白让查理受宠若惊，最后伊萨成功把剧情又拉了回来。真情流露的表演让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演出结束，伊萨按照惯例来到后台拍照，摄影师想要拍张满眼深情的照片，可不管怎么引导都差强人意。这时恰好查理来到后台，伊萨的眼神瞬间变得含情脉脉起来，眉宇间露出了甜蜜的微笑。摄影师按下快门拍下了这经典一幕，成为了后来一直悬挂在酒店历史室的那张照片。查理这才明白为什么第一眼看到照片时会心动，因为当时伊萨的眼中满是对他的深情。接着经纪人约查理单独见面，他发现查理的出现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伊萨，不管是平时的生活还是舞台上的表演。经纪人希望查理能尽快离开，他不想因为查理而毁了伊萨璀璨的星途。可查理却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编剧，以后会专门为伊萨写出量身定制的剧本，帮助他在演艺道路上大放异彩。见查理不听自己的劝告，经纪人命人把他打晕了过去。等伊萨回到房间，却不见查理的身影。女佣说他在酒店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时经纪人走了进来，他撒谎说查理已经不辞而别，可伊萨却并不相信经纪人的话，他说自己一定会找到查理。第二天查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马圈里，他奋力挣扎，打破了一旁的煤油灯，然后利用玻璃碎片隔开了绳子。查理飞奔着来到伊萨的房间，却被告知剧团已经在昨晚演出结束后离开了。失落的他坐在酒店外的长椅上怅然若失。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看到心爱之人，他们朝彼此飞奔而去。原来伊萨在离开前去了416房间，看到桌子上的剃须刀，他明白查理并未离开，于是伊萨选择继续留在酒店等待查理。两个相爱的人终于走到了一起，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与阻碍后，他们一起享受着无比甜蜜的时光，一起品尝美味的食物，每一口都饱含着幸福的味道。查理向伊萨
萨敞开了心扉，分享了这段不可思议的穿越时空之旅。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无比的认真与坚决，他誓言要与伊萨相守到永远，不离不弃。伊萨被这份深情厚谊深深打动，他毅然决定今后只出演查理为他精心打造的剧本，因为在他的心中，爱情与艺术的完美融合才是至高无上的追求。两人坐在洒满阳光的窗前，一起畅想着未来。他们计划着一起去看遍世间的美景，一起经历生活的点点滴滴，每一个未来的画面中都有彼此的身影。查理还将未来伊萨送给他的那块怀表郑重地交到了此刻伊萨的手中。这块怀表不仅是一件珍贵的物品，更是他们跨越时空爱情的见证，承载着他们之间深厚的情感。伊萨觉得查理的西装怪怪的，他想帮查理买一套新的，可查理却辩解说他很喜欢这个款式。说着他还兴致勃勃地再次穿好西装，在伊萨面前转了几个圈，逗得伊萨咯咯直笑。然而命运却给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查理在嬉闹间不经意掏出了那枚1912年的硬币，刹那间硬币上的日期仿佛被一股神秘力量扭曲，瞬间变成了1979年。一股无形而强大的力量将查理卷入了时空的漩涡之中，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退去。伊萨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在耳边回荡，查理只觉眼前白光一闪，等再次回过神时，他已回到了70年后的现代。失去伊萨的查理仿佛失去了灵魂，他无法接受这份突如其来的分离，无数次尝试着回到过去，却始终无法找到那条通往伊萨的道路。每一次的努力都像是在无尽的黑暗中摸索，找不到一丝丝的光明和希望。他变得憔悴不堪，眼神中充满了绝望和痛苦。他再次来到曾经和伊萨约会的海边，可身边却再也没有那个心爱的人。沙滩上的脚印被海浪一次次冲刷，就如同他们曾经的美好回忆在现实面前逐渐模糊。查理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整日以泪洗面，只有伊萨的照片陪伴着他度过这无尽的痛苦。那些照片成了他唯一的寄托，也是他与伊萨过去爱情的唯一联系。他沉浸在回忆中无法自拔，世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色彩和意义。亚瑟发现查理已经很多天没有出门，心中隐隐感到不安。他带着酒店经理强行打开了查理的房门，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大为震惊。只见查理目光呆滞，面如死灰，仿佛已经被痛苦彻底吞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查理的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白光，那道光仿佛是命运的指引，又像是伊萨爱的召唤。在那道白光中，查理再次见到了伊萨。伊萨微笑着向他伸出右手，他的笑容依旧那么甜美，那么温暖，就像他们初次相遇时一样。查理缓缓走上前，握住了伊萨的手。这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所有的痛苦和等待都在这一刻得到了救赎和释放。查理与伊萨跨越时空的爱情就像是一场璀璨的烟火，虽然短暂却无比绚丽。他们的故事让我们相信爱情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而查理在弥留之际与伊萨的重逢，更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伟大和神奇。他告诉我们珍惜眼前人，珍惜每一个与爱人相处的瞬间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些瞬间可能就是我们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和回忆。让我们一起期待爱情的美好，勇敢地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吧。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你。Is it you?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